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师匠，很高兴又到了周末我们见面的时间。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呢是电冰箱的不正常杂音问题、霜冻问题以及使用不当问题。我们前期视频呢跟大家分享了压缩机的过载保护器坏了而带来的杂音问题、启动问题以及智能问题。今天我们的重点呢是讨论风扇而带来的杂音问题以及使用不当的问题。那么不管是杂音还是使用不当，最后的结果呢就产生了霜冻。那么霜冻以后呢，就是我们的蔬菜冻坏了，我们牛奶呢也结冰了。如果我们的冰箱已经产生了霜冻，影响了我们的生活，那么首先我们要做什么呢？当然，首先是希望把这个冰化掉，对吧？这样呢不至于影响我们自己和我们家人的生活。那么在这里呢，我跟大家提供3个解决办法。那么第一个解决办法呢，称为懒人的办法。把这个冰箱的电源先拔掉，然后把冰箱的冷冻室的门以及冷藏室的门全部打开。如果你有比较大的电风扇呢，同时把这个电风扇放在这个冰箱的前面，这样一直开着，这样的目的大家就清楚了。实际上这表面呢我们看不见很多冰，实际上冰在什么呢？冰在这个厚壁的里面。让它这样放多长时间呢？放2到3天，2到3天以后，等所有的这个冰都化完了呢，我们就可以把冰箱里面彻底的擦干，然后把这个盖上呢。这一般说来呢，冰箱就能恢复工作了。其二呢，我们叫做热水的办法，准备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塑料盆，或者说一个大的碗也可以。那么我们再准备烧开水，开水倒在这个盆里面，对吧？放在哪里呢？放在中间部位，最好呢，这个冷藏室这样放一盆水，冷冻室这样也放一盆水，是吧？把门怎么样？关上，对，关上，大家就知道了。我们想利用这个盆里面这个热水挥发以后，使得冰箱里面这个空气的温度高了以后，这样的话冰就可以化掉。这样需要花多长时间呢？花2到3个小时，你比刚才那个方法呢就快得多。第二种方法它不足的地方呢，就是说有很多水会出来，显得非常的潮湿，或者把地上或者后面搞得比较潮湿。第3种办法我们称为热风的办法，准备一个像这样的有加热功能的这个小风扇，我呢既可以开成这个纯粹的风，也可以加热，而且加热功率呢有2道可以调节。同时呢，它可以调节这个温度，调温的地方呢调到这个一半，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放在这个冰箱里面，然后把这个关起来。关起来以后，然后我把这个电插在墙上，这个它加热，并且是风在这样一个循环，使得这个冰呢化起来速度比较快，对吧？但是这种方法大家注意，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这个电加热是在里面，冰箱的空间呢非常有限，所以那个空气的温度有可能很快就升得很高。所以我们尤其是刚放进去的时候，我们必须随时的监控这个冰箱里面的这个温度，而调节这个温度高低，使得它不要温度过高。在冰箱里面呢，只要不超过50度，对我们来讲呢，对冰箱来讲呢是安全的。最好呢，我们在冷藏室里面放一个风扇，在冷冻室里面放一个风扇，这样化冰起来就很快。那么这样呢，对这样的这个小型的冰箱来讲呢，只要2、3个小时，里面冰化掉呢，是没有问题的。这种方法速度很快，应该是非常有效。但是刚才我说了，它的缺点呢是有一定的危险性，请你不要走开，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造成霜冻的这个原因和解决的办法的话，你即使把这个冰化掉以后，过几天或者最长1个礼拜、2个礼拜以后，你的冰箱你又会发现有噪音。好，下面呢我们就分析一下，那么造成这个霜冻，那么所形成的这个原因。我们首先讲这个客观原因。那么客观原因有哪些呢？我们在这儿呢主要讲3点。第一个客观原因呢，就是我们冰箱里面这个温控坏了，压缩机呢一直在那里运行，
运行到最后呢，就使得这个冰箱里面过于冷，过于冷就是说霜冻坏了，你这个温控坏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你的这个风扇，实际上就是风扇的电机坏掉了。怎么坏掉？就是说停止运转，不能够转动了。这个时候啊，这个虽然你的压缩机还在这个运转，不断的有冷量跑到这个蒸发盘管里面呢，跑到蒸发器里面呢，因为没有这个风扇在运行，所以它的冷量很难很均匀的跑到这个冰箱里面来，而在里面呢出不来。而压缩机呢，以为你这个智能不够，所以一直在那工作，一直在那工作，对吧？最后就形成这个霜冻了。第三个原因是我们的这个门风坏掉了。门风坏掉以后，它就是通过这个门风啊，我们外面的热空气啊，就源源不断的跑到冷冻室，或者源源不断的跑到这个冷藏室，这样呢，我们压缩机这个智能呢，就显得越来越不够，越来越不够，最后压缩机一直在那转，一直在那转，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空气当中很多这个水分就通过这个门风啊，这个变形的门风就跑到这个冰箱里面去，使我们冰箱里面的水分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所有的这个水分就被吸到这个蒸发器，吸到这个蒸发盘的表面，就形成的冰呢越来越多，越来越，最后呢就形成这个霜冻。虽然这三个是客观的原因，朋友们可能会问：温控坏了，我怎么办呢？怎么换呢？那么由于温控坏了以后呢，我们必须把后面的这个塑料盖打开，才能够维护。所以呢，我下面用单独一期视频给大家介绍。这就是风机的蒸发器，风机的电机坏了以后，那么我们怎么换呢？也要把后盖打开，对吧？一样的，怎么样的检测它已经坏了呢？那么我也单独用一期视频呢给大家做介绍。第三个就是门风，我们前面呢有2期视频给大家介绍门风，希望大家呢去看一下，相信呢大家自己就能够做 DIY 了。那么主观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们在这儿呢也讲3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在冰箱里面这个温控的设置点，也就是这个旋钮，可能大家比较远看不清楚，我用图片呢在旁边呢跟大家说明。我们后有个旋钮，像这个冰箱呢是1到6，现在我设置到中间的3左右的地方，有的呢是设置的是数字呢1到10，设到5的地方。不管怎么样吧，有这个旋钮就告诉我们，因为气候不一样，这个冬天和夏天不一样的话，我们的旋钮应该怎么调比较合适。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在这样一个地方，在冷冻室里面也有一个跟季节不一样的来调节。那么问题会出在哪里呢？问题会出在我们在比如说夏天调好以后呢，到季节到秋天或者冬天的时候，我们还设置成这个夏天的情况，所以呢，这叫做人为的因素，或者叫做操作不当的因素，就是这个设置温度偏低或者设置不恰当而造成的。第二个主观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在冰箱里面要放入这个冷冻或者冷藏的食物，尤其是在这个冷藏室我们放进去蔬菜过滤的都会放在里面，这个时候就是有意无意的就会带进去很多颗粒比较小的灰尘也好，就是说颗粒比较小的食物也好，放在这个冰箱里面。然后呢，我们这个盖有的时候根本就没盖，或者盖得不牢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冰箱里面始终有这个空气在循环，那个风机通过这个循环以后呢，就是把这些食物里面的灰尘残渣就慢慢吸进去了。吸到哪里去了？吸到这个冷却盘管的表面。那么主观的第3个原因是什么呢？第3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带进去的水分直接带进去的，不是通过煤风进去的，是我们人有意无意的带进去的。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这个误操作。有哪些呢？我在这儿呢也讲3种。那么第一种呢，最常见的就是说，我们买来的蔬菜，对吧？这个表面各种各样的蔬菜，我们清理一下，在水里面，通常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呢，就放在这个冷藏室里面，对吧？如果是肉食或者鱼，洗干净以后就放在这个冷冻室里。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这个表面洗过的，我们不可能把这个水倒干净，对吧？尤其是蔬菜表面它自己呢有水，我们洗完以后表面很多水，我们就这样放进去了，对吧？第二个，人为的带进去水分是通过哪里？因为我们冰箱嘛，尤其是我们这个冷藏室，我们有很多吃剩的这个食物，比如说米饭和菜，我们往往呢就放在里面，对吧？比如说有很多这个水果比较大吃剩的，喜欢吃西瓜，下一半就直接这样把西瓜放进去放在这儿了，对吧？这样时间长了，我们就发现这个冰箱里面的水会越来越多。第三种我们人为带进去水分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这一杯水，我们通常呢叫做自由水，我们没有封闭起来的，我们就这样放进去了，对吧？什么情况可能呢？这个小朋友就可能的。我们华人，对吧？基本上我想每家人都吃过这个海参，或者说是比较干的香菇或者木耳。我家里面吃海参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海参放在这样一个盆里面，然后再灌上水，然后就直接放到冰箱里面去了，对吧？那海参呢，往往不是放进去几个小时就拿出来，听说放在里面最好每天换一次水，一放就放好几天，或者放好几个礼拜。为什么呢？你一吃嘛，总慢慢，一个星期吃1、2次，一泡的比较多。听说呢，每天换一次水，这样可以保持比较新鲜。但是殊不知这表面的很多水，你像这个开口这么大，它这个水分源源不断的就被吸到这个蒸发器，最后呢，我的冰箱呢就形成了霜冻，最后呢不得不利用刚才我说的方法呢进行这个解冻。实际上有没有办法？有。你用这个的时候，就在表面，你放进去之前，先把海参放进去，水放进去，在表面放一层这个保鲜膜。我们每家每户厨房里面都有的保鲜膜。还有一个解决办法，你真要泡海参、泡木耳、泡香菇，在冰箱里面泡，你就用广口瓶的，有盖子的，那不是很好吗？这个塑料饭盒比饭盒大一点的，这样不是可以挺容易解决问题了吗？如果你这个冰箱不是经常性的形成霜冻的话，它的培建依次呢，它实际上是不会弄坏。你只要把这个冰化掉以后，像我家里面一样，化掉以后啥也不做。把水擦干净以后，把电插上去，照样运转了，没有问题。我们讲了3个客观的原因，那哪个发生的概率最高呢？刚好这个次序反过来，这个客观原因，这个门封最容易坏，其次才是这个里面我们看不见的这个风机和风机电机。那么最后一个才是这个温控。主观的原因我们也讲了3个，是吧？这哪个原因可能性最大呢？也是刚好反过来，我们带进去的水比带进去的灰尘或设置点滴这个概率都大。那么我们讲这个人为把水分带进去，也讲了3点，哪个概率最高？也是反过来。第3点，直接把这个水带进去，形成这个霜冻概率最高的。有一点点水进去，是不是这个冰箱就会形成霜冻了？不会的了，因为冰箱不管是冷藏室也好，冷冻室也好，它自己有化冰的这个功能的，有开停就可以使得这个冰化掉。当冰箱产生毛病，形成霜冻，往往是我们带进去的水过多超冻。朋友们，到此为止，大家知道原因，既知道主观原因，也知道这个客观原因。知道以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预防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有什么建议、看法，或者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在下方给我们留言。好，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见。